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女人，这个男人竟将她推倒在墙壁上。 내 식대로 나가겠다는 뜻입니다. 난 당신을 내 아버지 앞에 세워야겠고 당신은 그래줘야겠다는 거야. 就在这时，一只手一把将李律师拽了出来。 뭐야 너? 디자인 B팀 계약 직원 공준수라고 말씀드렸었습니다. 네가 나설 일 아니니까 빠져. 나 실장님이 봉변을 당하시는 것 같아서 그냥 지나갈 수가 없네요. 杜西感谢着俊秀帮自己解围，并呵斥着李律师的无理行为。他扭头离开了这里，留下李律师和俊秀两人面面相觑。李律师再次感受到俊秀并不是一个普通之人，让他给自己等到。 俊秀一言不发，也丝毫不将他放在眼里。离开后，俊秀来到杜西的办公室。杜西告诉俊秀，李律师想和自己结婚，他是个不择手段都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。他问俊秀为什么只是抓着他的手臂，而不是将他揍一顿。俊秀说：“我可以被人揍，但是不能揍人。”杜西顿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俊秀还在假释中，如果他进警局的话，一定会再次影响他。 甚至还会被别人得知他的前科，杜西万分心疼。我们阿西多活得也太小心翼翼了。与此同时的李律师也开始了小强模式，他必须要弄清楚俊秀的来历。于是李律师来到金老师那里索要俊秀的入职履历，但金老师的说法却和杜西如出一辙，嘴巴都十分严实。李律师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们都要如此防备他的个人记录。 그게요. 워낙 대단한 집안의 자제라. 자신의 신분이 노출되는 걸 엄청 꺼리거든요. 아셨죠? 哈哈哈！李律师瞬间有点慌了。这天，杜西在走廊碰见俊秀。俊秀因为自己的灵感构思没成型，饱受折磨。他打算去外面跑步，折磨一下自己。杜西想要和俊秀一起，便屁颠的跟在旁边。可刚到转角，竟又被李律师撞见。李律师阴阳怪气的说着：“为什么你俩总是在一起？”杜西也没再藏着掖着。 他说自己和俊秀很久以前就是朋友了，因为金老师的关系也慢慢熟悉了起来。这下你知道了吧？李律师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又打起了小算盘。杜西和俊秀来到公园跑步，他们嬉戏打闹着，一起躺在公园的草坪里望着天空。杜西依偎在俊秀的怀里，看俊秀为工作辛苦的模样，他十分心疼。杜西想让俊秀好好休息一下，不要这么为难自己。可俊秀告诉他自己不能停下，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你。 我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对得起你啊！杜西缓缓摸向俊秀的脸，心里万分感动。晚上，杜西陪着俊秀在房间里查询资料，却听见了门外的动静，是老会长上来看星星了。他立马跑到门口，将灯关掉，屏住呼吸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可等第二天早上，俩人竟睡在了同一张床上。等他们迷迷糊糊醒来，看着对方。 哈哈哈！此时家里已经开始了早餐。见杜西没出来，朱茵便来到杜西的房间看他。可是床上没有人包，却在桌子上，家里人也没有看见他出来。老会长十分疑惑，那他是上天了还是入地了啊？这边的杜西也确实打算入地了。 他绑上了攀岩索，想从屋顶走下去，把俊秀紧张到不行。好不容易成功从窗户跳了进去，杜西也假装没事人一般来到客厅吃早饭。当家里人问起他去哪了的时候，杜西竟说自己睡觉不老实，滚到了床底下。哈哈哈！大家虽然觉得十分奇怪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。这天，俊秀接到了娜丽打来的电话，他带娜丽去外面餐厅吃饭。娜丽也问起俊秀最近为什么不回家。 俊秀其实是害怕自己的出现会触发娜丽不好的记忆，便找着借口说是因为哲修妈妈在，所以不太方便。说起这个，娜丽一脸发愁，姐姐伺候婆婆实在是太遭罪了。她说自己第一次见到那样厚脸皮的人，俊秀十分心疼，她让娜丽多帮帮姐姐。可娜丽却说姐姐根本不让自己做家务，她还要去上班，每天都好辛苦啊。俊秀若有所思着，她也想要为妹妹做些什么。于是第二天，俊秀回到了弟弟妹妹家。 他又是打扫，又是洗衣服，又是做咸菜。娜丽激动地说着，等姐姐回来一定会被感动坏了。娜丽还告诉俊秀，自己好像要开始初恋了。她想让大哥哥帮自己把关，便将俊秀拉到了自己实习的餐厅。可就在俩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男生的时候，郑岩从一旁走了出来。